老张，啥事啊？喏，谢谢。怎么样？最近侦探能力有没有长进啊？还好吧。我告诉你个训练方法，这个叫恋爱学社，你们男生泡妞用的，现在可火了。你只要一打开它，就可以看到很多美女找你聊天，都说是面交神器呢。视频聊天泡妞，那么容易？对呀，聊得开心加个好友可以继续聊，要是没感觉可以马上换下一个。哎，我们马上连个试试。来了。帅哥，你身材好棒啊！这一看就是个学生妹啊，看着挺清纯的倒是。这哪是学生妹啊，一看都30多了，都是化妆化的。你看她那眼角月纹。你才30呢，你眼角才有月纹呢。这上面还真的能认识挺多姑娘的，咱们换一个。老大，就是他。先生你好，我是何生，这边请。我爸是家贸化工厂的保安，大家都叫他老张，干了10几年了，马上就要退休了。可是，在昨天凌晨，突然死在车间了。法医说他是被利器刺穿了后背，现场有挣扎的痕迹。我不明白是谁那么恶毒把他给杀死了。可是现在厂里人人都说他是被怪物杀的，说我们张家招了不干净的东西。现在警察已经把尸体运走了，还没有下结论。何侦探，我想早点知道事情的真相。老张的死亡时间在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。根据保安小孙介绍，这段时间内在场的只有清洁工、金杯司机、小孙他们3人。从科学角度上来讲，不可能有什么灵异事件。那么最大的嫌疑就是这3个人。这只是保安小孙的一面之词，不能作为我们判断的依据。咱们还是得找客观证据，证明只有这3个人在场。当晚的监控视频受雷电干扰，信号中断，还查不到什么物证。
中断时间大概持续多久？早上6点左右吧。不对，我昨天早上是被雷声吵醒的，打雷的时间大约是早上7点钟左右。按照你的说辞，7点钟左右的监控应该也会受影响，但是我们的结果是6点钟之后都是正常的。你别听丰泽瞎说，都说东边日出西边雨，城市这么大，电磁波分布也不一样吧？何大侦探，地理位置倒是也有可能，查一下。查哪儿？工厂附近的监控。这么看来，厂里监控人为干扰的可能性很大啊。停，倒回去5秒。狐狸尾巴露出来了。新款是吧？这次意外事件给您造成了损失，我表示非常的抱歉。我已经让工厂复工了，您的订单马上投入生产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请侦探过来查案。张丽，你这样3番5次的来派人调查，已经严重的干扰了我的工作。怎么了？你怕了？你怕查出来你自己就是凶手吧？查凶手那是警察干的事儿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小孙呐，这门怎么看呢？马上来办公室一趟。你害怕了，还叫保安？张先生，厂长，您稍安勿躁，我只想问您几个问题，不会耽误太长时间。还想问什么？事发当晚你在哪里？这个警察早问过了，我在家。厂长为什么要撒谎？你可以删掉工厂里的视频，但工厂外的你忘记了。这是我们在你们隔壁厂监控视频拍的，这个地方是你每天从厂里回家的必经之路。早上6点10分左右，你的车刚好从厂里出来，被这个监控视频拍到。监控中断的8个小时里，保安老张死了。另外一个保安的小孙的证词说，你当时不在厂里，也就是说你有不在场证明。但是最近厂里并没有发工资，也没有发奖金，小孙去买了一辆新的电动车。显然有人想用钱堵他的嘴。删除物证，买通人证，确实是个完美的计划。你说我杀死了老张？现在还没有证据，但你的嫌疑很大。你可别再胡说八道了。那一个小保安跟我无冤无仇的，我动他干嘛？你还装？你心里有鬼？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啊？你以为我请的侦探都是瞎说的吗？我父亲就是你害死的，你还扯什么怪物，说什么灵异事件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别在这胡搅蛮缠！你这叫什么证据？你能立住吗？你叫警察来抓我！出去！把他清出去！小孙，出去！你个王八犊子！你害我父亲，你收了他了多少钱？出去！快出去！都清出去！厂长，您没事吧？小孙呐，你这门怎么看呢？怎么什么人都往进放？这帮人太不像话了。是。吃的，这给我买的。这次你真的猜错了。给我。我闻到了寿司的味道，应该是那个张丽送的。想不到他还挺有心的，他应该把咱们的调查结果给了警方。但其实咱们的调查证据并不能说明厂长就是凶手。同志们，咱们还是得发挥特别能吃苦、特别能战斗、特别能奉献、特别能公关的精神啊！老大，太苛刻、太死板会找不到女友的。特别能吃苦，我们能不能先做到前4个字啊？也行，快吃吧。哎，老大，要不你用用我给丰泽介绍的这个软件吧，叫恋爱学社，上面好多女孩，漂亮大方，还主动热情。要真这么好，丰泽还单着呀？我不太会和女孩子说话吧？你都怎么撩的？我看看。
帅哥你好啊！嗨，美女，我叫丰泽，今年24岁，身高1.82米。你是面试工作呢，还是我们公司不招人？丰泽，系统给你这么多女孩，1分钟聊2个，1个小时得上百个了吧？老大，来演示一下我们大侦探撩妹的技能。帅哥你好。哎，美女，你有一双美丽的眼睛，我能从你的眼神中看出你的善良。你的气质也很与众不同啊！上帝给了你这样的容貌跟气质，还给了你这么一颗善良的心灵，对别人真是太不公平了。你真会说话，加个好友私聊吧。看到了吧，丰泽？这个恋爱学社还真是个撩妹神器。但是丰泽，记住啊，撩妹的时候也有侦探的风范。来吧，多吃点。何生，你谁呀？你凭什么打人？你凭什么说我爸是杀人凶手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说的后果是什么？你是家茂化工厂厂长的女儿。你知道我是谁？心虚了？大小姐，我们侦探社办案都是讲究证据的，请不要信口开河。证据？证据在你们手里就是用来杀人的。你们去厂里找过我爸以后，张丽就带着工人闹事，刚刚复工的厂子又停产了，我爸爸被工厂辞退，顶不住压力，自杀了。你们怀疑我爸是凶手，你知不知道他右手有伤，连重物都拿不起来，怎么去杀人？如果厂长手臂有伤，完全可以自证清白，根本没道理自杀。况且老张死的当晚，你爸爸就在工厂，他根本没有回家，他为什么要撒谎呢？你们不用来反问我，不是讲证据吗？如果怀疑我爸是凶手，就拿出有效的证据来，否则咱们法庭见。厂长会不会是畏罪自杀呀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，厂长杀了老张，心里消化不了就自杀，合情合理啊。两位先不要妄下定论了，咱们还是证据说话。丰泽，老大，有人来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听说厂长死了，我来看看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跟他什么关系？这工厂不是停工了吗？您是哪位领导啊？你没资格问我，也没权利调查。我劝你小心点。干什么的？小明，走。啊！干什么的？谁进来的？这些同行不会办案，就会搞这些小动作。老大，我们这个月所有客户都取消预约了。好事啊，咱不是正好休息了，放假。
哎，你好，啊，是我。法院传票，大哥，你诈骗也走点心啊！我从来都是往法院送人，自己还真没去过。老大，光子好像要起诉你吧？还有这事儿？哎，你好，啊，还是您。下周一下午3点，我会准时出庭。老大，刚有人送了一封匿名信进来。谁呀？没看见人。老大，你不先看看信吗？没必要，没什么好事。立刻停止调查家贸化工厂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恐吓信都寄过来了，这是在催你们俩的工作进度啊！丰泽，2个小时给我还原报告。放心。小明，2分钟查下他们的网站。我为什么是2分钟啊？もしもし，光子小姐，我是何生，我今天去了工厂，你父亲不是自杀，而是谋杀。何生先生，我请你不要因为推卸责任就胡说八道。我测量了你父亲跌落的高度跟距离，发现跌落点距离墙体足有3米开外。以我做侦探多年的经验，人如果要自杀不会用力往前跳，那么跌落点距离墙体应该在3米以内，而你父亲足有5米，这足以证明有人从背后推了他一把。你别说了，这件事情就跟你没有关系了，我们法庭见。藤のおじいさん、父が身を投げた。見に行く。すべては証拠によって決める。我从一家境外网站上查到，化工厂和一家日本企业每年都有秘密交易，货品没有记录，可是每次交易完成后都有大笔现金入账。这个
是化工厂内部的财务报表。从近5年数据来看，化工厂经营效益很差，连续亏空。可是很奇怪的是，次年化工厂总能平账，而填补这笔资金漏洞的钱，很有可能来自和日企的交易。这笔交易有更详细的信息吗？没有，目前很难查。那天厂里那个人，查到他的消息了？他叫长谷川，是化工厂的技术顾问，在企业管理层中处于较高的位置，可是具体职务不详。老张死亡现场的化验报告出来了，血液确实是老张的，但头发并不是厂长的。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化工厂。备抢干粮，咱们夜访化工厂。不是吧，老大，你这是要逼死我们的节奏啊！你忘了咱们侦探社的精神是什么了？特别能吃。要不你回家养猪吧。公子来。好的，有人跟踪，先别打草惊蛇，我跟小迷继续往前走，你去那边，伺机而动。跟我们的是个清洁工，之前在厂里见过，让他给跑了。这是人家的地盘，他们路比较熟。这个人如果再出现，你不用追。我们俩进去看看，你在这儿守着。事情都过去了，别太伤心了。你们来我爸办公室干嘛？厂长的死疑点重重，大小姐你又把我们家何侦探起诉了，我们不继续查案，难道等着被抓啊？你们不用查了，我已经撤诉了。光子小姐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？我今天去了警局，警方怀疑我爸是他杀，已经着手调查了。这凶手藏在暗处，他不仅杀害了你父亲，还嫁祸在我们头上。厂长的右手手臂有伤，拿不起重物。老张的死跟他应该没关系，但是你父亲确实说过谎，这里面必定有隐情。你不要在背后对我爸妄加揣测，爸爸不可能杀人的。好，既然你这么确定你父亲不会杀人，而且你父亲还是被他杀，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找出凶手？光子小姐，你难道不想早点知道真凶是谁吗？好，我配合你。你们怎么收费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侦探社的价目，我们侦探社从来都是只求真相，不谈价钱。那你想从哪儿开始？你父亲最近有没有对你提过什么？工作上的事，父亲向来不提的，最近也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话。这个我能打开，但是我不知道密码。
动物生化实验，原来长军有这个爱好。不可能，我爸爸绝对不会做什么动物实验的。你别紧张，我就这么一说。我爸爸不懂药理，平时有什么头疼脑热都是去医院，他怎么会做这种实验呢？谁？老大，我们还是先回去吧，这里感觉怪怪的。有没有发现可疑的？没有。小心！你还好吧？水，忍着点。你们仨干嘛这么严肃啊？弄得像给我默哀似的。大英雄，我们正在向你默默地表示崇高的敬意。得，你这话听着怎么这么瘆得慌？你还是多损我2句吧。那我还是继续默哀吧。小迷，丰泽交给你了，我送丰子小姐回家。领导可自行安排，不用向我请示。谢谢你送我回去。不用这么客气。之前是我误会你了，真的非常不好意思。能理解，毕竟刚失去父亲嘛，谁心里都不会好受。今天的事儿想想真是后怕，谁会向我们泼硫酸呢？我们之前也收到恐吓信，说立即停止调查化工厂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看来今天这算是应验了。那你们还要继续查下去吗？当然。可是你们的处境太危险了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！想要知道真相，总得有所牺牲。我到了，谢谢。都到家门口了，不请我上去喝杯茶吗？晚上不宜喝茶吧？那喝酒也行啊。你祖上都是日本武士？我家世代都在为国效力，我爸爸虽然经商，却很注重武士精神。我爷爷曾经参加过部队，但是他坚持反对利用人体研究生化武器，所以后来被主战派孤立。那你父亲为什么还留下这些照片呢？爷爷因为政治立场被排挤出部队，一家人生活很艰难。那时候我爸爸还很小，但他发誓再也不参军，也绝对不会碰人体实验。所以他留着这些照片，就是想提醒自己，人的原则是绝对不能触碰的。哪个是你爷爷？这个，旁边这个呀，是他当时的战友，这是他们刚加入部队的时候拍的。不过后来就是因为政见不合，两个人再也没有联系过。这个人也是你亲戚？你说的藤野伯伯啊？他是我爸多年的好友，从小呢待我就像亲生女儿一样。
这不会就是一个普通的 logo 吧？丰泽，你帮不上忙就一边谈情说爱去，别在这摧毁我世界观了。老大，找到了。这个图腾是一个国际主战组织的标志。这个组织在多个国家利用人体培养病菌，并进行生化实验，取名为雅典娜计划。化工厂和日企的交易怎么样了？境外网很难查。境外倒是有一个人可以帮忙。老大，你不是想请李国清大律师出面吧？他可隐退很多年了。他毕竟是咱们的老社长，这点面子还是会给的嘛。丰泽孝明，从现在开始调查长谷川。丰泽，你有没有觉得和生最近有点不大对劲？挺正常的呀。我是说，他和光子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有点假正经。男人和漂亮的女人在一块儿都是那样。你说谁漂亮呢？当然是你了。怎么了？人都走了。长谷川，那是他的车。幸亏我反应及时，跟紧了。老大，长谷川进场了，但是我们发现他和一辆面包车有交流，车上有个司机，还有那个清洁工。我们现在跟谁啊？收到。停！你没注意到流浪汉少了一个吗？但是这里有问题，赶紧追！右边。别跟太紧了。完了，跟错车了，车牌号不对。老大，我们发现金杯车半路抓走了一个流浪汉，可是我们好像跟错车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回厂里，他们既然从厂里出来，就一定会回去。可是我们好像绕了很远。唉，看来寡人要亲自出马。
光子小姐啊。金杯车回来了，跟着他。在这等我，我上来。何してる。薬の容量を追加しました。彼の力がとても強い。あんたは彼に麻薬を注射したけど、しかし作用はあまりない。彼が目が覚めたら俺たちが全部彼に殺される。ボス、前回逃げられ調査もそこだ。試験体はもうすでに処分しました。今日は新しい代替品を見つかった。長谷川、これは2番目のミスだ。幸い今回の実験台は逃げられなくて、もし広間で逃げられたら、ここのすべてはバレてる。我々すべての計画は芝になる。この結果、お前知ってるのか？ぜひ、お許ししてください。次回は、絶対にしないと保証します。絶対に。今年、日本企業の指令は早めになる。新しい薬は、あとどのぐらい？
新しい検体があれば、私の研究の進度はきっと早めになる。半ヶ月の時間をください。1週間後、手に入れて。はい。今日、追跡された？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。でも、種だから抜け出した。これから気をつけて。警察も探偵も敵になる。今もバレる危険もある。今度はそうそう許せないぞ。每一层都找过了，怎么找不到呢？车间这么大，有没有可能遗漏了一些地方？这里边结构复杂，倒是应该会有一些案例。要不我们再过一遍吧。长谷川先生，您不用叫保安了，这位是光子小姐，厂长的女儿，是她带我进来的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、みつこさん。工場の来て何のご用ですか？父の遺物を整理してと思って。长谷川先生，您手臂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这是我宠物猫抓的。如果没别的事，我忙工作去了。OK。怎么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？可是又想不起来。好好想想，它是个重要线索。你在这等我。这么巧啊，长谷川先生。这不是巧合吧，侦探先生？有话直说。一个研究员有这么强大的洞察能力，佩服啊！你高看了，我只是技术员，还上升不到科研。做动物实验研究病毒，还说自己不是研究员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只是化工厂。恐怕不止吧？化工厂怎么会有雅典娜图腾的标志呢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厂长不懂药理，那这个计划只能你来做。我们共同话题太少。是的，木下桑田先生，还是坐下来喝两杯呗。怎么觉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？我想起来了，长谷川的真名叫做木下桑田，早年间在日本用自己研制的化学药品谋杀了同事，并被警方通缉。这两个人你都认识？你们把流浪汉弄哪儿去了？这个我真不知道。木下桑田先生，别再绕弯。雅典娜计划的实验对象可不只是动物，这一点您可心知肚。那个流浪汉怕是已经上了你的手术台了。法律是坦白从宽，把你知道的都告诉你，你也不希望我再把你交换给日本警方。
人有类似武武相助，这么大的劲，可别随随便便扣得不上。我这个人一向讲证据，你放心。追，快！没有。小米，老大，你怎么了，老大？有人放毒，小迷被抓走了，快先去找他。不行，老大，走，你小心点，老大。站住！站住！说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为什么一直跟踪我们？我是看场的。你深更半夜来我厂干什么呢？你一个清洁工看什么场子？刚才你烟雾弹是不是你放的？那女孩让你弄哪儿去了？说！我知道。信不信我现在就杀了你？老大，这个人突然就死了，我的刀根本都没碰着他。先出去吧。
现在长谷川跑了，清洁工也死了，小咪还在他们手里，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我查了这个厂房大部分的地方，这里面肯定有机关安排，但没有时间，根本找不出来。现在小咪还在他们手上，他们肯定会拿小咪逼我们就范。老大，你赶紧去看大夫吧，那儿的烟雾里有毒。这儿的事交给我，我会找遍这里的每个角落。也好。私の目刃は奴らにバレた。町長の娘、美津子が大きな脅威である。ミスコは脅威じゃない。お前はレストランで合戦にあって何も話さなかった。俺にとっては兄弟の脅威だ。当時は緊張時代。奴らの信頼感を破壊するためにモニターの存在を教えた。私は火星越えなのに入れるに仕込んでいた。でも私は絶対に試験室のこともあなたのことも一切バレていない。私は絶対にあなたに忠誠を尽くす。このこと、俺が調べる。ミスコのこと、気にしないでくれ。俺が処理する。よーし。人質あれば何も心配いらない。だろ？老师，我这次来找你，其实还是有些事情想请教你。我的一个队员被抓走了，至今下落。让你看一看。这是我日本方面有关材料，你所提到的境外交易，就是跟一个专做生化实验的国际组织有关呐。这个图腾跟我在厂长办公室看到的一样啊。那这么看来，这个化工厂很有可能就是雅典娜计划的一个局。那就对了。所以这是一次深入虎穴、斗智斗勇的硬仗哦，多加小心。老大，有进展吗？还没有，不过清洁工的尸体不见了。是被保安拖走的？应该不是，我一直在观察保安的动向。我知道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去货梯蹲守。哦，对了，装个监控。好。和生，你不用查了，凶手找到了，就是长谷川。你怎么查的？唐野伯父给了我一段视频，上面就是长谷川把我父亲推下去的。不可能，厂里的监控我都看过了。不是厂里的，是隔壁工厂的监控。你现在来我家看一下吧。我现在去不了，小明被长谷川抓走了。什么？我已经报警了。没那个时间了。现在他们拿小明要挟我，让我去一个地方。你现在在哪儿？不用担心我，你只管去工厂，就会知道真相。老大，我观察金杯车司机好几次，发现问题了。现在金杯车司机出入的这一层和我货梯到过的每一层都不一样。哦，我还发现了雅典娜图腾的一角。照你的说法，他们应该在地下。
但我并没有发现通往地下的按钮啊。他每一次进去摁的都是3，出来的时候摁的都是1。问题会不会出在按钮上？疯子，你现在想办法拿到那个司机的指纹。boss。福泽哥哥，别怕，怪我来晚了。老大呢？他一会儿也会过来，但我现在还不能证明出去。老大说要钓大鱼。老大，老大，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？没事的，来救你。
长谷川先生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找的你很辛苦。死到临头了，还有嘴话说呢。ボス、石井一郎の情報がなくなった。お前、彼らが車にいるかいないか確認して。はい。哦，何大侦探，没想到在这儿见面啊！幸会啊，幸会。幸会啊，藤野先生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藤野是谁？藤野先生是光子小姐的伯父，我在光子家看到过他的照片，跟你的体型很相似。最重要的，你们都是6指，证据就是你右手小拇指那块疤。6指的人有很多啊，不止藤野先生有吧？但是长谷川的杀人视频，只有你有。光子是你的一块心病，为了让他安心回到日本，你给了他一段隔壁工厂的监控视频。视频显示长谷川杀死了厂长。但是藤野先生，隔壁工厂的视频我从最一开始就查过，什么都没查到，这你怎么解释？老大，这说明藤野心里有鬼啊！显然，隔壁工厂的视频是藤野让人拍的，长谷川杀人也完全是藤野的预谋。哈哈哈哈！长谷川杀人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长谷川是个通缉犯，你把他偷渡来，威胁他做人体实验，他不过是杆枪，你才是背后那个拿枪的人。你们每年通过动物实验做幌子，跟境外企业做非法交易，利用所得帮助厂长填平漏洞，所以他才选择包庇你们。既然他包庇了我，我还有什么理由杀人呢？因为一次意外，实验体逃出地下室，袭击了保安老张，这一切刚好被厂长看到。厂长是反战派，坚决反对你做人体实验。你便安排长谷川杀人灭口。你把这一切偷偷的拍下来，并在光子找到通缉令之后，将视频给了光子，为的就是让长谷川做你的替罪羊。原来你一直在利用我，这条命是你救的。这么多年来，你逼我做动物实验，逼我杀厂长，我都认，可我对你忠心耿耿。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你不死，我就得死。我已经替你杀人了，我甚至让你在我身体里装了监听器。哼哼，原来我不过是你的棋子，你连最后的活路都不给我吗？啊！哈哈哈，棋子就是棋子，必要的时候就得把你抛出去。嗯？你挑唆长谷川来对付我，真是个天才。天才又怎么样？还不是要成为我的下一个实验品？那我呢？藤野伯伯，如果我早一点怀疑到你，我现在是不是也在笼子里？你不该来这里，
如果我不来这儿，我怎么知道杀害我爸的凶手就在身边？藤野，你有什么脸替我爸举行葬礼？如果你爸爸能跟我密切合作，一切将会天衣无缝，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。是他自己害了自己，去把他给我一起关起来。你们不是愿意同甘苦共患难吗？我成全你们，成为我的第一批毒气的试验品。不走，滚子，停下去！你以为没这个？我早就想死你！别动！我是今年的死皮啊！我再也不是你的傀儡了！你等先，等先。差点被电梯都锁死了。小明，你送他。怎么办？往上走。走死你！这不是老张死的车间吗？实验体就是从这儿出来的，咱们走吧。走。长谷川为了研究新药，加大了实验体的注射气量，导致实验体逃出笼子，沿着秘密通道逃到了车间。当晚值班的老张听到车间有异响，前来巡逻，被实验体袭击。车间的爪痕和头发正是实验体在袭击老张的过程中留下的。长谷川及时将实验体制服，但整个过程被厂长目睹。厂长反对人体实验，所以找藤野理论。藤野怕阴谋暴露，就派长谷川杀了厂长。藤野吸入大量毒气，死于地下室。长谷川因涉嫌故意杀人、研制违禁药物，被警方抓获，判处死刑。加茂化工有限公司因涉嫌违禁药物生产，冻结企业资金，查封整改。